美国会念 IKEA， 好就不纠结这个了反正讲 IKEA 你也听得懂。嗨，我是电商通理城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然后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的变化或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发展。我的预测通常还算准那上一集我们聊绿藤生机，然后分享他们怎么用 email 去做行销，然后单靠官网就做出了1.9亿的业绩那今天我们来聊 IKEA。IKEA 你应该也听过不只听过，你还逛过嘛就一间来自瑞典的家具在台湾已经做到人尽皆知了，然后它也好几十年应该有超过15年了那做到每个人就市场主流口味就会多一个叫 IKEA 风这样你租房子如果你是房东那像我们这样，我们只要把房子搞得像 IKEA 那租金直接往上拉3-5千都不成问题，每个月的租金那说明了 IKEA 在市场中那个流行那个口味还是很主流，很被大众接受的。那它的销售也做得很好嘛你也去逛过你也去吃过你也买过，这样真的是很猛。那这次我们就来讲说 IKEA 是怎么做 OMO 的。 OMO 就是线上线下整合online merge offline， 那也是透过这些操作它才让自己有今天这个地位。你不要想说 IKEA 不就实体店面一个超大仓库我们做电商的这个可能去看 IKEA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我的仓库不会让人家去逛什么，不是这样因为它的电商表现其实很不错那策略上是特别的，我们后面会讲。来，我们先来说IKEA 现在的成绩怎么样来，先看这张图。根据牛奶国际集团的年报显示23年旗下 IKEA 四地说不是说只有台湾四地26家分店，总营收是7.94亿美元IKEA 就是这个什么牛奶国际集团，真的就叫牛奶国际集团旗下的公司。那可能是因为税务的关系把它分开出去之类，这我不知道。好，那它2023年全台的业绩是换算起来的话是7.94亿美金，因为它的这个集团嘛就没有在公开营收的。IKEA 台湾业绩是从来不对外宣布那我们就看图说故事目前被我们看到是7.94亿美金，那台币是多少？不然算好242亿那我大概算了一下，他说四地嘛有26分店所以他一间单店营收除下来是7760万很惊人的数字。然后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数字，来这个图片你看标题就好，就 IKEA 供电商史上最高营收占比 32%， 这讲的是美国 IKEA 的电商成绩，我相信台湾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台湾的电商成绩应该是没有美国高，因为那个电商渗透率嘛，所以我们乱抓我们抓20%也就是1/5的业绩是靠电商做出来，甚至要再更低一点。但我们对比这个美国电商营收占比 32% 已经很保守了而且这风潮在改变，以前大家都是去喜欢就搬，然后发现车子装不下怎么样现在都喜欢现场去看去摸，然后直接现场用那个手机订，他帮你运嘛，对不然我自己要怎么搬怎么运。好，那刚才讲他2023营收多少钱我们估是242亿台币嘛，那 20% 的话就会跑到48亿台币了你看电商大家就可以占比到快50亿台币这很猛这真的很猛我们在台湾品牌电商能够做到年有10亿以上，就是前10大了在台湾这真的很猛所以我说不要小看 IKEA 的电商那你要知道 IKEA 是怎么经营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 IKEA 是怎么操盘的。先说结论，就把自己跟家这个意象绑定在一起要怎么做到？那第一个当然就是10块钱的冰淇淋嘛没有开玩笑那第一个就是用沉浸式的体验来让你把这边当做家里或人家家里你自己逛我们借用一下天下杂志的图片，这你应该也看过，就是你去 IKEA 逛，它不是说像一些传统的家具店这样家具摆放很单纯的意思是说书柜来整排都是书柜，然后化妆桌来整排都是化妆桌，然后就这边摆给你看而已，然后消费者这样挑起来是很方便然后就说化妆桌都在这里吗？对，都在这里然后慢慢指给你看就这样。可是就少了家的想象力嘛，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家具你买回去之后放在你家会变美还是怎么，你觉得说怎么那么贵，有没有更便宜了一点就变成在讨论 CP 值这件事那我们也同步看一下 IKEA 的电商网站来，你看我随便收个沙发，看起来袅袅了嘛，对不对？但是我滑鼠一移过去，你看它的商品图就变就变成情境照，直接呈现给你看。你如果摆在家里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你都还不用点进去网站嘞
你给它点进去的话哦，你看它还有各种角度的情境照哦，秀给你看，你都不用自己在那边凭空幻想。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哦，就是它在商品图的其中一张哦，它就会告诉你很清楚的沙发的尺寸，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你有没有在某某或 PC Home 买过家具？我每次在那边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啊，这些店家就是不写那个精确的尺寸哦，不然就要藏在什么商品规格里这样，不然就是完整的尺寸哦，就又要在密密麻麻的说明文字里面，你要找才找到，看久是真的很烦。我每次都翻一翻把它关掉哦，不然买错规格很麻烦欸。那个假设我买一个小的办公桌，好我都装好，发现尺寸塞不进去怎么办？你要我退，我都拆了，我要装起来了，很麻烦了。对，你看 IKEA 的尺寸写得多么的详细呀！哦，就这样哦，不只是长宽高哦，那些深度什么写出来。然后它除了商品图就会说明给你以外，它商品尺寸跟包装尺寸都会写得很清楚。因为现在这种家居的商品，它的材积是大的嘛，那我不知道它包装起来是长什么样，它不会说一张桌子好好的四只脚，那很大一个寄给你，你自己装啊。对，它连包装的尺寸都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包装尺寸我吃过一次亏哦，我跟你分享，就是电视电视现在不是大家说什么很大很大，无为不为，好，我们搞好，就电梯进不去啊。哦，林老师，就这样。好，那包装尺寸的道理就会在这边。还有我也买过，我帮那个一间要出租的买那个 IKEA 的沙发，3人座的沙发，那个电梯也是差点进不去哦。我明明就有量过，所以以后他有写那个外包装尺寸，这真的是太好了。如果我去一般传统家具行一定卖给我，然后再来看要用吊车有什么额外收钱，很麻烦了。好，就这样清清楚楚，然后材质也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怎样，就是减少消费者的犹豫时间哦。就像我们前面讲，他要打造沉浸式的购物体验，现场不用说，你也去过嘛，他网站也要让你沉浸式哦，对不对？怎么做到了？提供给你更多的细节，让你的想象更加的具体。然后我们再讲一下第2点 OMO 的购物体验串接，就它网站上有一个线上规划软体哦，你可以去玩哦，就是你可以随便规划哦，你就随便摆哦，像我随便弄了一下哦，那看怎么摆沙发，怎么配色，这样都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搞定。然后我按右下角的总价，它就会出现购物车，这不怎样哦。但我按分享，它跑出一个设计编码，这我的设计哦。然后这个设计编码就是它会帮你把这个组合哦存在这个网站上，所以你以后登录可以直接查，或是把这个扣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或是你就到 IKEA 的店面，工作人员就帮你输入，然后帮你看有没有地方要调整，给意见，然后跟你讲哪边找货。之前有用过，很方便，反正我就乱配，现场去看，然后帮我看，然后配起来，然后还帮我调一下改一下，然后印新的给我，叫我去仓库直接拿就好了，整个流程就是顺利的。好，讲太多搞了好像 IKEA 的业配。好，总之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你看人家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OMO 的。再来你要知道 IKEA 怎么做出亲和力哦。接下来我们来讲亲和力哦，来先看一个 IG， 你先看这个哦，随便看一下，我这个 IG 好像一个废文 IG， 有没有发废文用的？就好像那些梗图啊，什么的这是 IKEA 本尊呢。你看，你说我们公司的牌子让我来操盘 IG， 然后我要用废文风格，你信不信会被老板钉在墙上？可是 IKEA 这么大的公司，他居然敢，你也可以去滑一下IKEA 的废文哦，真的是，这跟虾皮小编我不知道他们是认识还是怎样，课蛮多的，就这样。然后发废文以外，他还做了什么？他叫你去他们店里睡觉，对不对？你看这么闹的企划呢，他们敢做。那有比较暖心的活动，比方说把品牌商品跟消费者做连结就可以扣回它的品牌概念。这都免费的曝光呢，不用花钱的曝光呢，内容行销、社群行销的范例了，让消费者去期待能够透过 IKEA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做这些事情。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 IKEA 要卖各种吃的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 IKEA 要弄一间餐厅。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金纸蛋糕或是咸酥鸡这些有的没的在 IKEA 呢？那这其实就创办人的想法，这边我不多提因为那个 IKEA 都很多专书去分析过了，反正人家成功了就要写专书嘛，就这样。创办人的想法就是说，先满足消费者的胃，再让商品牢牢抓住他们的心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在结账处先放一些点心来试试看。后来还试着直接在展区中弄一间美食餐厅，你不觉得这很反逻辑吗？客人都还没逛完，你中间弄餐厅，然后给他们吃饭
用想的很奇怪，但现在也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因为消费者逛一逛之后会累嘛，然后这是真的因为我有读过，因为大学的时候有做过那个 IKEA 专题，那时候他们刚来那个高雄设点，因为在国外经营的国外地大物博嘛，IKEA 这种东西，大家开车去，然后带小孩去逛家居那逛，小孩子吵着要吃饭好吧，先吃饭，然后就开车就走了就不回来了就这样，所以后来还放一些什么热狗摊这种东西。反正你要吃就这边就有。然后后来为什么要做餐厅呢？是因为以前经营发现说，如果我没有餐厅的话，会变成什么？就是饭点的时间店里都没有人，就没有人。我一旦开了餐厅以后，它变成一个肉丸，你也吃过吧？那个美食，你觉得那个有美食吗？好，我们要黑它、酸它或什么反正那个酥炸鸡翅好 ，OK， 那就是说它变成一个用餐的选项，所以饭点的时候客人就会进来了就这样，它不会说中午时间就是没人。然后等到下午0033他们逛不了很久，马上又晚餐时他们要走了一走了以后不回来了，反正就可以把营业时间整个都串起来，这样全套都是 IKEA 的商品就摆给你看，你就在 IKEA 那边用餐又直接走进它的体验里头。好，那吃完东西那个血糖就高了嘛那心情就好，心情好的话买东西就爽快，然后小孩子们就该叫我要吃什么什么，然后又要离开了，又要带出去了对。那你看他们做这种等级的业绩好，那最后你要知道我对 IKEA 的看法，我们今天讲的差不多了其实今天没有说非常多跟电商有关的关系，像他们以前有推那个 app 然后后来没了然后现在又有了那可能那时候在整合一些东西串不起来嘛重点就是放在消费者体验这边，所以讲了很多 IKEA 的设计的细节。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做 O&O 最困难的地方叫线上线下整合线上线下资料要打通，然后购物体验要完整。那 IKEA 其实没有在这边发太大的力嘛，对啊。例如说我们说 O&O 的基础建设就是什么，合并线上线下的会员资料，然后要穿优惠券什么的那这就基础建设吧。但如果是 IKEA 来看这个题目，他就觉得好像也还好他就是把线下的体验做得很强很大，然后让你看一看以后你要嘛你就当场带回去要么你回线上买。我相信一定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就是去 IKEA 摸一摸看一下长怎样长宽，然后配一配以后线上下单 IKEA 帮我送过来。所以他只要线下的体验做好，线上的收益自然就会跑出来了。这也是一种解法，对不对？ O&O 的解法，像我们之前讲成品不是也类似的操作吗？他想要发展电商，结果他的做法不是什么大头广告之类的，他就是多盖旗舰店结果电商自然而然就起来了，因为你的客人都走进你的实体店了嘛那你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去请他上网下载 app 或是干嘛O&O 线上线下不是只有卖商品而已，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设计让这些到线下店的消费者然后转而与线上消费，在线上有浏览商品的消费者愿意到门市逛逛，就这样都是同一群人只他们浏览足迹很凌乱，这样 O&O 就是要把以前的断点都接起来。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 IKEA， 它在2023年的业绩台币推估这真是推估242亿元那预估它的电商营收应该是做到大概我是估 20% 了那我们先讲了 IKEA 是怎么经营的。我的判断是就把品牌跟家绑在一起。第一个策略沉浸式体验，让你把 IKEA 当成家，故意弄出一堆样品间，让你觉得买了这些家具然后摆在你家就会很美。那第二个策略是 O&O 的购物体验串接，就是思考消费者的购物流程，就算他是在线上逛也有接近实体店面的体验。另外也可以把线上弄好的商品清单拿来门市给店员确认，就是我刚才讲的网站设计的编码。再来是他不想成为高高在上的品牌，你去看 IKEA 的 IG 他看起来就是个发绯闻的账号，看都不觉得是这么庞大的品牌。这样我要表达的是十足的烟火气不会让人家觉得高高在上。不然你看家具家饰是不是很多什么意大利、西班牙设计师，看起来清冷高雅，然后超级昂贵到底是贵在哪里我也看不太出来就这样。那 IKEA 没有你爱来你就来，爱摸你就摸就这样。然后还会举办很多的实体店面活动来 IKEA 睡觉，就是不要让消费者觉得说这个家具店要屠宰我这样那吃饭逛街它也会变成选项了。那最后我也跟你分享我对 IKEA 的看法他们看起来虽然没有在电商中发很大的力量，但因为它整个购物体验衔接起来闭环是完整的，线上线下是可以互补的，所以就形成了只要线下好线上也不会差的这个局面，这很完美
这表示它线上的获客成本很低，几乎是零哦，就这样。那我卖出一张订单哦，那获客成本、行销成本是零的情况之下，我保留下来了行销费用，那就毛利耶，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O&O 策略。讲八卦哦，讲八卦，IKEA 是这样哦。我现在要讲的八卦跟电商比较没有关系哦，我就讲身为消费者吧。好，就是说淘宝家具便不便宜？超便宜，超级便宜的桌子、椅子、化妆桌或什么哦都有。我所观察到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就便宜嘛哦，然后就甲醛嘛。对，那 IKEA 为什么我买那么多？像一些租屋啊或什么都是用 IKEA， 因为它就不会出事，它就是国际一线大厂哦，它就不能够有一个柜子里面有甲醛超标，然后孕妇流产，然后它被告到什么，它就不会这样。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 IKEA 设计，它就是很安全哦，很安全。你要便宜，淘宝更便宜啊。可是那个东西买来有没有？你很多租屋处那种便宜的那个衣柜哦，你打开哦都是那个味道。好。什么味道哦？你应该自己都想象得到啊。IKEA 就也是有味道啊，但是就不是那种有害的味。它国际大厂它不能出这种包，你知道？所以 IKEA 的溢价有部分我认为是发生在这里，就是它的生产环节哦成本就是比人家高，去 IKEA 就不会想要买便宜了。你也买便宜，你去淘宝去挑。好，这第一个环保安全哦，我也不是什么环保主义大使啦，但是就是至少它品质是安全的哦。他不会搞一个我去压低，我去偷工减料，我是他妈有一点甲醛，然后怎样又怎样，然后来把东西压掉，不会哦。这 IKEA， 然后第二个是 IKEA 的东西很多是欧洲的规格，其实对我们台湾的使用来说是有困扰的，像我们双人床的尺寸。双人床的尺寸温公台球啦，台尺 IKEA 就欧规啊，就200公分啊，190啊，就变成这样哦。那变成说什么？变成说你一旦床那个其实大小还好，你那个床架凸出来就凸出来哦，就还好。床垫这东西你买了 IKEA 之后，你就要走欧规了。好，那欧规的话，你大概要配它的床包，不然你台湾的床包会你知道我意思，因为床包比较小嘛，我们台湾都是在做那个台尺的。哦，那有没有在卖台尺的床垫的品牌？也有，就是那个宜得利 ，IKEA 的床垫也一样，它就不会给你搞什么垃圾回收、废金属，然后去做那个弹簧，就不会这样哈。为什么安全？所以这真的是要帮他讲一下话，因为我以前有大学的时候做那个专题嘛，觉得说原来付出这么多的隐形的成本这样，然后包含生产线上的员工也不能被克扣，也不能被虐待，要加班什么的。反正就是这样，那当然反映在成本上。木工我也发过啊。我先跟你讲一个你听起来很像干话的事情，就是木工自己也会买 IKEA， 你知道哦？他就说，你不是木工，你自己做就好，你买什么 IKEA？ 没法度啊，他去拿一块板子，然后要裁裁完之后要磨磨完之后要锁完之后上胶，要干嘛？弄出 IKEA 经典的方格柜。好，它的成本跟工钱算下去，他不如直接去买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IKEA 就很厉害啊，人家那种超大规模在生产，等于是系统啊，系统在生产。我们讲的系统柜这种，就是规定尺寸的系统柜，这样子在生产它压成本的能力真的很厉害，全球供应链这样压下去真的很厉害。现在又有一个八卦跑出来，就是美国关税不是砍下来之后 ，IKEA 已经叫供应商一人出一半就是这样，这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啊，谁叫突然就这样子发疯这样子砍下来？IKEA 很多要讲不完我真的是蛮推荐 IKEA 的商品，为什么？它就环保，它就安全，它就无毒我再讲一个，就是 IKEA 的水槽琉璃台琉璃台你看琉璃台你觉得还好就是琉璃台那个又是欧规的，就是说你在台湾的水电材料行，假设它底下在漏水，好，你把那个毒掀开，然后你去看，然后你要去外面买转接头买不到，你知道吗？寸球都没有港，你知道吧？就厨房的洗手槽底下的那个转接的那个东西那个又是欧规一换要到 IKEA 去换。反正就是 IKEA 还是有这个小毛病就欧规的东西那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很好那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这些部分东西你还是用台湾的，为什么？因为日后维修或是干嘛比较方便。大概就这样。然后关于 IKEA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留言区里面讨论。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
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